窗框上都是白華。Hello， 大家！影片開始前，先拜託大家一件事情，請幫我們按個讚、分享。最近頻道的流量啊，受到演算法的一些挑戰，有你們的強力應援，這部影片才能推廣更多人。那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影片。今天我們又來救難。今天呢，又是窗戶漏水，但是它這次的窗戶漏水啊，特別的奇特。大家注意看，這邊。這是持骨料，窗戶的持骨料。再換到這邊，大家注意看，下來到這邊，它目前這個還有水，因為外面就下着雨啊，一直在流水。這個應該就是典型的直接從窗框裡面進來，而不是外面的花體結構體漏水，它是直接進入到骨料裡面之後，直接垂流下來。所以它現在啊，有水很必然的地方啊，幾乎就是這兩個點，尤其是這個點漏最為嚴重，整個流下來到現在還在流，造成這一灘水，它這個已經漏很久了，哦操操！我們今天就來救助這一檔窗，看如何把它救活吧。老樣子，還是要先保護。保護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，大家不能想，而且盡量不要去污染到它的窗框。這邊因為長期漏水，表面有白化，也有水汽，養生膠帶會比較不好貼，所以我們先稍微把表面刮乾淨，讓養生膠帶可以比較服帖一點。窗孔、鎖針。第一次灌尿，我们现在来探討一下這個下針的方式。基本上啊，我既然判斷它是骨料進水，我的料一定要有相當的量放在這個空料裡面。今天這個左右兩隻，基本上是布這次橫料的部分。其實最左右兩邊這兩隻，也是我所說的之前所說的灌水。目的是先把水路截住，不讓水繼續往室內流。等一下我們一樣會有第二次灌料，我們到時候來看一下我們第二次灌料的狀況是如何，再看看它有沒有止水。因為基本上現在外面在下雨，它本來就在進水。如果等一下我們第二次灌料之後，把泡泡清掉之後，它的水基本上已經沒有再往裡面吐的話，那算是成功一大半。那我們等一下去看一下我們第二次灌料的狀況。那我们來看一下我們灌完第二次料它的狀況。基本上啊，它現在出料的狀況啊，其實就在我下針的角度裡面，我們想要看到的，就代表說它的這個範圍到這個範圍裡面應該都是發泡。現在啊，只是在等結果。基本上它剛剛流水下來的地方啊，現在其實已經停止流水了，但是其實這樣子還沒有辦法很確定它到底是不是止水。我們今天先把泡泡清一清，到時候放着觀察，到底有沒有死，我們到時候就知道。觀察一段時間後都沒有問題，就可以油漆批塗了。這裡也順便跟大家說明一下，為什麼這種窗框上方漏水在石材外牆的大樓特別常見。窗框上方的大理石底部啊，也就是倒吊的位置，其實啊形成一個凹槽啊，這個凹槽平常時候看不太出來，但下雨時啊，它就像一個隱形的集水盤一樣，雨水可能從石材接縫、牆面縫隙或石材的背後空腔進入。然而啊，這個倒吊凹槽裡面啊，它會一直累積。當水累積到一定的程度時，如果沒有正常的排出去，就可能越過原本牆體的防水高度，或者順着窗框上緣、骨料接縫、螺絲孔等進入到室內，最後就變成今天我們看到的窗框上緣漏水合壁啊。針對這種問題啊，大致上有兩種處理方式。第一種啊是治本的方式，也就是拆除窗框周邊的石材外牆，讓結構牆體裸露出來，重新檢查防水層、窗框周邊，再重新把
防水施作回去，最後把食材復原，這是最徹底的方式，因為可以從源頭去處理食材背後的水路和牆體本身防水的問題。但缺點也很明顯，工程大，时间长，費用高，而且大樓外牆啊施工也會牽扯到吊車、金架或者是管委會，不一定每個案場都能這麼做。第二種是替代方案，內部止漏搭配外部洩水。內部止漏啊，就是在室內窗框上緣的漏水點施作高壓灌注，讓發泡材料進入到窗框骨料、縫隙、水路，把室內進水的位置啊填補起來。但只做內部的止漏還不夠，因為如果啊外部的食材背後的水還是一直累積的話，水壓它還是會一直存在，未來它可能又會從其他的位置跑出來，所以外部還是要搭配洩水，也就是在確認積水位置和排水方向後，於適當的位置保留製作洩水出口，讓食材啊背後或大理石倒掉凹槽的積水有路可以排出來。不過這次案場啊比較特別，大理石交界縫並不是矽利康施工的，也不適合製作洩水孔，所以我們判斷的主要原因有兩個：第一，外牆的食材在鋪設的時候內角部分有比較斜一點，容易讓雨水在裡面局部累積。第二，窗框的坎縫未做確實，當雨水累積到某個程度的時候，可能就會順着流進去室內裡面。所以這次我們先採用室內的高壓灌注，阻斷室內的進水路徑，再透過後續的大雨來觀察止水的效果。每棟建築的結構與外牆系統都不一樣，漏水問題沒有萬灵丹，找到正確的漏水原因，選擇合適的處理方式，才能把問題徹底的解決掉，而不是一直反覆的去修補。如果你家也遇到窗框漏水、壁癌、外牆滲水等問題啊，建議盡早找專業的防水師傅啊現場勘察，及早處理，才能避免小問題變成大困擾。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們，或私訊我們一起討論。如果你覺得這次影片對你有幫助，歡迎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會持續帶來更多實用的抓漏防水案例。感謝你的收看。